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而且是安全的、易于操作的动作，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开始这种养护型的锻炼？这块我向大家推荐几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力量训练，这也是就是骨科大夫一直在就是想在这个家庭医疗中不断推进的这么一个就是各位朋友其实在家里坐着就可以完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坐姿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可以把腿抬高，坐在椅子上，背挺直，缓慢的将腿完全的伸直，脚尖呢用力的这种回勾。我们要感受到大腿前侧肌群的这么一个收紧。在收紧的状态下保持5到10秒，然后我们再缓缓的这么放松。这个动作其实并不会产生这个关节腔内的一个压力，但是很好的能够锻炼我们的相关肌群。那么第二个动作也是咱们从这个网上啊，或者说从这个视频上经常看到的一个动作，叫做靠墙深蹲。靠墙深蹲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背靠着墙壁，然后双脚呢与肩同宽，脚尖向前，脚尖不要有偏斜啊。然后向前迈一小步，身体沿着这个墙缓缓的这个下蹲。蹲到什么程度，大家要这个量力而行啊。如果说能够达到的话，最好是大腿与地面平行，或者说感觉到有一些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其实就很好了。那么注意我们的膝盖千万不要蹲过脚尖，也就是说身体呢不要前倾。这个动作保持30秒或者说1分钟，它就很好的能够强化我们的下肢，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然后第3个动作向大家推荐的呢是臀桥。这个臀桥这个动作啊，就是我们晚上可以在这个临睡前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啊。我们仰卧在床上，然后呢双膝弯曲，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双膝弯曲，那么双脚平放在我们的床板上，那么使我们的臀部发力，将我们的髋关节向上推起。这会儿呢我们的肩髋膝形成一条直线，收紧我们的两侧的臀部。这个动作啊，保持5到10秒之后，我们再缓缓的下放。这样就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和我们的核心，而且这个动作还可以减轻我们腰椎和膝盖的压力。这个动作还是非常不错的。推荐了3个动作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练起来了。那对于常见的颈椎和腰椎的问题，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我们的运动思维上啊，到底要不要进行一些调整呢？对于这个脊柱相关的不适啊，这个逻辑就比较严谨了。那么它的逻辑在于什么？在于增强我们的稳定性，缓解我们不当的这个应力。应力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运动中它触发它的一个反应性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们的目标也是恢复神经肌肉的一个控制。比如说啊，我们说我们要强化稳定肌群，那么对于脊柱来讲啊，脊柱是我们人体的，我可以把它比喻成叫内置的一个骨骼支架。那么我们推荐叫有一个动作啊，也是从这个瑜伽姿势引过来的啊，叫鸟狗式。这个姿势是怎么样呢？是我们4点这个跪姿。4点跪姿之后，我们交替的伸展手臂和腿，保持躯干的一个相对稳定。注意大家是交替的，比如说是左手右腿，右手左腿，这样对侧交替的这么进行运动，然后并且下放，保持我们这个腰部的一个稳定性。那么这些动作其实就可以锻炼到我们脊柱周围的一些深层的一些小肌群。那么第2点就是对于脊柱来讲也非常重要，就是要改善柔韧性。要进行一些温和性的颈肩的运动，背部拉伸啊，注意这块的拉伸其实很重要，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强度，而是要保持我们的柔韧度和我们的姿势的正确哈。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意识的要保持一个中立的姿势，比如说收下巴，是吧？挺胸，然后要收腹，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伏案的低头和我们的弯腰。那么对于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和平衡的训练来讲呢，这个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的这个防跌倒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这个我们提倡啊，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扶着一些家里边的一些柜子呀，或者说门呀，或门框这种啊，练习一下单腿站立，或者说
垫起脚跟儿，拿脚尖儿这么直线去行走。这块还是要强调，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练这个动作，我们而跌倒，这个就不好了哈。还有就是我们提到，比如说太极拳。它那个动作啊，非常的缓慢、连贯，而且强调重心的这种转移的动作，它其实很好的能够锻炼我们的平衡感和这种协调性，包括还有下肢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那运动能不能够让影像上的这种突出啊、狭窄啊，能让它消失掉吗？这个其实在康复医学领域有一个怎么说呢，被广泛认同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对于退行性结构的改变啊，运动干预的首先目标，它不是说逆转我们形态学上的改变。就比如说我们让突出的这个椎间盘缩回去，这个可能大家理解上应该是不太现实的啊。但是我们通过优化功能代偿，减轻炎症水肿，增强我们肌肉的保护，可以显著的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来阻断什么？阻断疼痛到失用到功能下降这么一个恶性循环。简单的来说，就是不让它向着恶性的这个趋势去发展，去进展，去发展。那么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康复训练啊，在影像上呢，比如说突出、狭窄这个程度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疼痛的这个程度，就是说我们的感受，或者说我们行走的耐力、睡眠的质量，包括日常生活的能力，却可以得到就是很好的一个改善。那么有一些这个患者，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改变呢，他不再被这个症状频繁的干扰了。那么对于复查的这个焦虑，那显而易见就会随之的下降，对吧？而且这也说明，就是说我们通过科学运动的养护，身体的功能软件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它就能够更好的与既有的咱们这个硬件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结构啊，和平共处，甚至能挖掘出更大的一个潜力。